这一次呢，我们做了比较大幅度的改变，在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主轴，就是这个马达的部分，我们强化了它的这个扭力，以及强化了它的这个转速，它可以带动的这个介质量由原本的160克增加到260克。大家好，我是光崇团队的 Sean。今天的影片呢，主要是要来介绍我们这个热销款的商品，就是我们这个齿针研磨机。很多人都会需要用到它，在你们在生产制作过程中，这一款机器我们卖了大概20-30年的时间。那过程中，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修正，只是说这一次呢，我们做了比较大幅度的改变，在它的这个中心的这个主轴，就是这个马达的部分，我们强化了它的这个扭力，以及强化了它的这个转速。那这样的改变呢，会让新跟旧产生什么样的差异性？待会透过影片，我们直接示范，去直接的做实验，让你们可以去比较它的差异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先测试一下我们这个升级版2.0的马达，它能够载重，就是一次能够抛光的量，跟原本的有没有差别？那我这边准备了大概有40-50个介质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先把这个烧杯，先归零。那我们来称，我先抓200克，200克的介质，大概就是50个上下的介质。你看到吗？200克，206克。好，这个里面呢的齿针呢是60克。那我们先用这个没有升级版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状态。我们把这个介质全部倒进去，然后呢把它给盖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开机，然后开始打。大家有看到吗？这些介质在带动下要动不动的感觉，没有在那边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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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旋转，有没有看到？这就表示怎么样？里面的这个载重量过重，过重，所以它打不太起来，齿针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悬浮。好，我们现在换这个2.0版本的，就2.0版本升级后的马达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，对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是一开机下去，所有的介质有没有？就绕着这边缘在跑了，针也开始悬浮起来了，表示现在的这个重量260克的针加上介质，260克的针加介质，这一台升级版2.0都能够把它顺利的带动起来。这就是它载重量变大了，所以这是升级后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效果啦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实验呢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就是这两台新跟旧的这个升级版的马达，它产生的噪音量会各是多少？那上面这个齿针的壳子里面呢，我已经抽出了许多的这个介质的数量，就是为了让它能够顺利转动。那我们现在来开机。好，我们开始来测。好，大概是84到85之间，这是旧款的马达它产生的一个噪音分贝。那我们来看新款的。86、85、86、87，差不多，差不了太多。那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待会我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好，透过上述的实验呢，我们这边稍微来总结一下。第一个，我们第一个实验做的是这个载重量的一个比较，这是旧款它能够带动的这个介质数，含这个针放进去大概重量是160克。这一个的话呢，这是我们新款升级2.0版马达能够带动的量，含针的重量在里面打是260克，所以你会看到两个量差异真的是蛮大的。好，刚刚的第二个实验呢，我们主要是利用这个分贝计来量测第一代的齿针机在运作的时候，它产生的噪音分贝值大概84到85。第二代的这个新版的这个齿针机，它的这个噪音分贝数大概是86到87。这两个数值，首先它代表了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虽然我们把这个马达它的扭力以及它的 RPM 都加大了，但是呢，它产生的噪音量不会跟第一代的差异太多，大概2分贝而已。意思就是说，它产生的噪音不会加大。第二件事情，很多人都会误会，
外面坊间卖的这种持针机，哦，他们怎么开下去，声音哇，咔啦咔啦咔啦，好大声哦，感觉好像很有力的样子。其实你仔细观察2件事情，第一个，他们用的这个壳子都是这种压克力硬式的，你看，它敲起来的声音就是比较清脆、洪亮。当我们用的这个筒子是这种软式的，声音比较闷，没有那么大声。为什么我们不用压克力的呢？其实我讲过很多次，因为呢，这样子的声音其实不代表他说你抛出来的东西就会特别亮、特别好，真的不是，它只是声音上的差异性而已。那因为我们销欧美嘛，他们很在意这个环境间的这个噪音量，84、85的分贝数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一个机器运作的声音，所以我们把它设定在这个目标值上面，降低这个机器在运作嘈杂的声音，同时维持着持针该有的效果。甚至呢，你会注意，如果你有细心观察，你会看到他们这种模板面积都比较小。为什么呢？模板面积比较大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把这个磁石的分布稍微把它加大，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让这个磁针在运作的时候，它带动的这个直径能够大一点点。当这个直径大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第一个避免这个介质间互相撞击的次数减少。第二个，当你这个范围变大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噪音量瞬间也会跟着降下来。所以我们才故意把这个模板排得稍微大一点点。透过上述的说明呢，我相信你了解到我们这次升级成 2.0 版本的这个马达呢，它在运作的时候呢，并没有因为马达的升级产生过多的噪音。第二个，它可以带动的这个介质量由原本的160克增加到260克，同时它的外观没有因为这个马达的变化而增加了它的这个体积。OK， 它是维持原本的这个尺寸。这样的好处是什么？如果你刚好手上有一台我们旧款的这个持针研磨机，可以跟我们这个小编做联系，拍个照给我们看。如果它的机壳不是太旧的，那我可以帮你更换里面的马达，让你可以拥有这样的一个升级后的好处。但是它还是会收一点费用，所以你可以跟我们小编洽询，这样的费用会是多少钱？如果你刚好正在找一台这个适合你自己的持针研磨机，我希望这样子的影片介绍会对你有一个帮助，让你有一个方向去选择一台好的持针研磨机。如果你还有其他额外的问题，欢迎跟我们的专员做洽询，我们会给你一个专业的回复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。如果觉得我们这个影片的内容拍摄的不错，对你有帮助，给我们个点赞，甚至呢把它分享给你身边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资讯的朋友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的观赏。